这是沙坡头景区的腾格里沙漠，在沙漠深处，非常漂亮的沙漠景观。一望无际的沙漠，乘坐驼队穿行在沙漠中。腾格里沙漠是我国第4大沙漠，沙坡头这边算是腾格里沙漠的边缘。这里金黄色的沙子非常的细腻。今天继续带大家游览沙坡头景区。骑完骆驼，要去体验这里的沙漠冲浪车。之前在其他景区也玩过这个沙漠冲浪车，看看今天沙坡头的沙漠冲浪车是什么样。又是这大号的冲沙车，体验一次沙坡头的冲沙车。还是用运动相机拍一下冲沙车的感觉。今天这个沙漠冲浪的线路很长，所以对游客的身体是有严格要求的。像腰椎、颈椎有问题的，包括孕妇、老年人都要非常谨慎。做之前，司机会再三强调这个线路的刺激性。在线路的后半段，路程非常的惊险刺激，特别有意思，还给很多区域起了非常好听的名字：三阳开泰、四海升平、五光十色。这线路比较长。哇！猜一猜六是什么？我本以为是六六大顺。六马仰没，很少听这个成语。七星高照。接下来是七星高照。哎呦，这有点陡。接下来八的成语是什么？哦，八仙过海。哦呦。猜到了吧？八仙过海。九天揽月，哦，九天揽月，后面的坡度是越来越大。十全十美，哇，真的是十全十美。最后来到了十全十美。可以说沙坡头这个大型冲沙车的线路，是这次在宁夏玩的最刺激的一个。车停在了沙漠深处，游客可以下车拍照游玩。蓝天白云下的金色沙漠，临时让一个小妹妹给我拍了个背影。这里的沙漠景观真的太美了，金黄细腻的沙子，感觉这里的沙漠比撒哈拉沙漠都要美。决定在这里飞一下无人机。在这里停留了将近10分钟，大家拍完照，开始返回营地。
这段路程上的沙漠也是非常美的。沙漠冲浪车回到了起点，在这片区域主要体验了骑骆驼和这个沙漠冲沙。这里还有餐厅，周边也有一个高档的住宿。现在坐景区的交通车返回黄河区，又回到了黄河边儿。王维的观景台，王维曾经在这写过“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”。在黄河区这边有很多的游乐项目。飞黄腾达入口，这个是飞越黄河的飞索，有好几百米。飞黄腾达，飞索，要不要试一个？之前在很多景区我都错过了这个飞索，不过不想错过这个飞越黄河的体验。看其他人玩的还比较轻松，决定体验一下。这个飞索飞越黄河之后，到了那边还可以乘坐飞索再回到岸这边。对，手臂拉出来，过来倒就对了。喝出去了啊！跟我体验一下飞越黄河。加油！用运动相机记录一下。乘坐飞索飞过了黄沙，飞过了绿洲，现在飞越黄河，河中白马拉缰。飞越黄河的后半段还是非常平缓的。准备再体验一下这里70多米的滑沙。沙坡头的滑沙场据说是国际最大的一个滑沙场。不过因为早晨刚下过雨，这里的沙子并不是特别的滑，所以决定试一试这个70多米高的滑沙。这里的沙道因为基本都有固定线路，所以相对比较安全，速度也可以自己控制，所以非常平稳地滑了下来。回头看这个壮观的国际滑沙场，最后体验一下羊皮筏子漂流黄河。黄河漂流，这就是羊皮筏子，充气的。跟小猪似的，长气跟小猪似的。原来羊皮筏子是这样的。这里的羊皮筏子一般最多坐4个人，所以还比较舒服。看一看这个羊皮筏子，现在乘坐羊皮筏子顺流而下。黄河漂流，今天还不错，今天不热不暴晒。这一个羊皮筏子大概要用10几个整个的羊皮。这段河流非常的平缓。哇，看那个快艇，整个都是大泥浆子。哎，这个如果用船工一路上在讲着故事，原来这胀鼓鼓的羊皮是用嘴吹出来的。啊，嘴吹气儿啊，这个腮帮子给吹整了。你要吹上，直接吹上气以后，你要下水又没气。哦。所以说再要加一点上面当中间那个。
没有沿河边走就到那个炮楼。现在又经过了玻璃栈桥，如果玩这个玻璃栈桥，需要走到这里。我个人感觉，如果完全没坐过这个羊皮筏子，可以体验一下。如果在其他景区体验过，就可以选择乘坐景区的观光车或者徒步走到出口。黄河玻璃桥，看这个桥的移动，可以体会出这个漂流的速度。还是有不少游客体验走这个玻璃桥过黄河的。这里的船工在漂流的时候也会唱歌给大家听。河落日的花，西风之北，黄河西下，这里是众位人家。红果枝老树的秋水夏花，是多少年的梦啊！有高庙的金翁和佛前的堂。好。乘坐这个羊皮筏子畅游黄河，还挺有意思的。下了羊皮筏子，就结束了一整天的沙坡头之旅。回味一下这次旅程，这里就是宁夏中卫的沙坡头景区。沙坡头是国家5A 景区，是一个集大漠、黄河、高山、绿洲为一处，具有西北风光之雄奇，又兼有江南景色之秀美的旅游地。这里可以乘坐羊皮筏子，可以骑骆驼穿越腾格里沙漠，还可以体验刺激的天下黄河第一所和沙海冲浪。诗人王维在这里写下了“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”的诗篇。